大家好，我是停课的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命魂孙权。不得不说，孙权真的是三国君主里面最惨的一个，除了在游戏刚开服的时候，作为新手过渡武将火了一把后，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后续的专武加强也带不起他，目前也是唯一一个还没有 SP 化的君主。不过好消息是，这一次的命魂孙权确实是有强度的，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。命魂孙权的命魂忌会对全体造成126%的伤害，并使自己进入极易状态3回合。极易会提供50%的最终闪避率，并且在受到真实伤害时，还有50%的几率使该次攻击产生偏斜，偏斜会使该次真伤只生效10%。简单来说，偏斜就是90%的真实伤害减免了，这个比格挡率还要厉害。虽然发生的概率只有一半，但一旦触发了，差不多就等于是完全免伤了。在极易的状态下，命魂孙权每次触发闪避或偏斜后，都会对敌方全体发动一次反击，造成自身攻击力30%的真实伤害，每回合最多触发5次。命魂孙权的反击会无视普通护盾和格挡，并且也不会触发闪避与偏斜，就是不会被自己的技能克制的意思。命魂孙权的反击只会无视普通护盾，这也是变相的保护了盾对自己人的利益。3阶命魂会开启光环，吴国武将会获得最终增减伤提升50%和受到暴击伤害降低100%。主要的受益者就有命魂孙权自己、SP 孙策、SP 大乔和命魂小乔4人。防御型和辅助型武将每次触发闪避或偏斜后，都会恢复自身已损失血量的20%。这个效果基本上只有命魂孙权自己能比较稳定的触发，其他理论上能闪的武将，比如 SP 郭嘉和朱然，都已经没什么上场机会了。其他人就只能提升整体闪避率，然后靠运气来触发闪避了。一伙的 SP 曹仁有触发不灭在获得后，提升全队40%抗破甲率和最终闪避率3回合的能力，不过这个效果需要有精卫才能触发，现在还不能这样玩。想提升全队闪避率，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做法，那就是直接将命魂孙权升到5红，去触发极易代行的能力，这个之后会再说明。光环也会强化命魂孙权的极易效果，让命魂孙权即使是在被控制、无法行动的状态下，也可以触发反击和偏斜效果。而且成功触发闪避或偏斜后，还会额外获得1层自在。自在会使攻击和防御各提升2%，最多可以叠加40层，也就是最高80%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加成。自在的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，每回合最多只能叠20层，主要是攻击力提升，可以用来增加命魂孙权的反击真伤，这是它主要的输出手段。至于防御力提升的作用，可能就会比较小了。3红命魂孙权还有另一种主动反击的方式，只要我方单位每累计释放普攻、怒攻或龙魂技达到5次，命魂孙权就可以发动1次反击。光环也给命魂孙权的反击添加了新的能力，让命魂孙权在反击时可以降低目标200点怒气，同时也会使自身和相邻武将获得自身生命20%的护盾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一批新的命魂武将又开始有了减怒相关的能力，这代表 SP 诸葛亮控怒的时代即将过去，而新的一批控怒武将也要开始崛起，去接替 SP 诸葛亮的位置了。光环的最后一个能力会在命魂孙权释放命魂技后，使敌方所有武将失去1点龙魂值。由于这只是一次性的能力，所以影响力也是很有限。接下来是命魂5阶的能力，命魂孙权的关键能力几乎全都在5红上。5阶命魂会强化光环的效果，会使全体武将反击时，最终伤害结果提升100%。技能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命魂孙权自己和专门靠反击来打伤害的 SP 曹仁了。这些效果在和 SP 曹仁配合后，还是挺可怕的。SP 曹仁的反击本来就自带伤害结果提升70%的能力，
现在再加上命魂孙权的最终伤害结果提升100%，输出就更高了。印象中，这好像是游戏中第一次出现最终伤害结果提升这个属性，现在就连伤害结果也有高级版的最终系列了。光环还会使敌方的最终暴击率降低50%，暴击伤害降低100%，受到伤害时，护盾消耗量还会翻倍提升。护盾消耗量提升的能力，则可以用来打击没有 SP 槽人的队伍，也可以用来盾队内卷。最终暴击率降低和暴击伤害降低100%的能力，则再次打击了靠暴击伤害来输出的队伍，这里说的就是蜀国了。命魂孙权的暴击伤害降低100%，再加上 SP 诸葛亮空城的暴击伤害降低200%，基本就彻底的抹杀了普通的暴击流派，强制让版本进入了真伤或破甲伤害的时代。武红命魂孙权开场就可以进入极易状态，而且偏斜的触发概率也会从50%变成100%，极易的持续回合数也会从原来的3回合变成可持续整场战斗。这么一来，命魂孙权就可以不必热身，也无需等待命魂技释放，就可以开局马上进入闪避提升、真伤降低和反击的状态，持续整场战斗。这就是为何命魂孙权要武红才有用的原因之一，不然要等命魂技释放后才能启动，实在太慢了。武红的另一个关键能力，就是让队友也能拥有极易代行的效果。简单来说，极易代行就是极易的阉割版，它能提供25%的最终闪避率，并且在受到真伤时有70%概率产生偏斜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它就连触发闪避或偏斜后可以获得自在的效果也同样复制了。当然，队友获得的也是阉割版的自在代行。攻击力和防御力提升2%的效果维持不变，只是上限变成了最高只能叠加20层。不过，说自在代行是阉割版，好像也不完全对。因为自在代行还多了一个每获得4层就可以清除一个控制状态的能力。整体来说，队友能获得的极易代行，其实只是差在最终闪避提升只有一半，这个影响会比较大。毕竟闪避不够，后面的自在代行就无法触发。不过能触发自在代行的还有偏斜，好在队友触发偏斜的概率还有70%，没有被减半，所以队友靠偏斜来叠自在代行还是可以的。5阶命魂的第3个能力，强化了命魂孙权叠自在的速度和效果。只要我方任意武将释放怒弓，命魂孙权就可以获得1层自在，并且在自在达到20层后，会使随机一名敌方进入怒弓封印的状态，持续2回合。怒弓封印会优先选择辅助或防御型武将，每场战斗只能触发1次。这个就是用来盾队内卷的了。怒弓封印是比封印更高级的效果，它不只是让持有者无法释放怒弓这么简单，而是会在效果持续期间将整个怒弓都移除掉，让那些藏在怒弓里的被动效果也无法生效。SP 曹仁就是这种怒弓被动技能比主动技能更重要的武将。5阶命魂的最后一个能力，会让命魂孙权每反击2次，就使敌方全体失去1点龙魂值，每回合最多触发3次。SP 曹仁的吸龙魂，再加上命魂孙权的减龙魂，现在盾队控龙魂的能力真的是史上最强的。抽取建议，命魂孙权最大的价值就是开局能给全队添加偏斜。现在已经正式步入了打真伤的时代，这个强大的真伤减伤能力，未来也会影响火烧队内卷。其他关键能力，比如护盾消耗增加、怒弓封印、减龙魂值等等，这些全都是武红才有的能力。所以命魂孙权就是个要武红才有上场价值的命魂武将，要抽就建议直接抽满武红，不然就完全无法上场。那么命魂孙权和命魂黄月英之间该如何做出选择？如果只能一个武红，那盾队和火烧都是优先抽命魂孙权，女团则是优先命魂黄月英。如果是大氪玩家，就2个一起抽，因为他们2个都可以同时射进盾队和火烧队里，
少了其中一个都会影响胜负。优先孙权5红，然后才黄月英3红。如果只能抽一个3红，那就选命魂黄月英去玩女团，不然只抽一个3红命魂孙权是一点收益也没有的。吴克一律不建议去碰要5红才能玩的命魂，最怕等你抽到5红，他也要淘汰了。火烧下一个命魂还有周瑜，盾对下一个命魂还有夏侯惇。吴克基本上是跟不上进度的，倒不如去玩女团，还可以存一期，然后下期再抽命魂诸葛果，等 SP 蔡文姬上线。如果比强度，命魂孙权在近几个版本肯定是强于命魂黄月英的，因为它对应的就是真伤的版本。命魂黄月英则是个巩固基本盘的命魂武将，但你也不能没有。命魂孙权在真伤版本结束后就会慢慢退场，而命魂黄月英则可以再多活几个版本。这次的真伤版本非常长， SP 蔡文姬和命魂贾诩都是有真伤的武将，所以命魂孙权是很值得抽的。当命魂吕布登场后，版本又会重新回到直伤输出，这时候命魂孙权就会开始淡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